杨幂吃面哭戏连井柏然都打不过，怎么好意思夸的？杨幂想要的是张颂文、郭京飞的效果，结果自己演成了啥？为什么说这段吃面哭戏是失败的？这段哭戏最大的问题就是放不开，小动作太多，很多习惯性动作是杨幂，而不是她演的那个角色关雪。这里她已经很难过了，难过的时候吃东西，怎么可能还会顾及自己的形象？怎么会翘起手指去接呢？完事以后，她还抬头把面吞下去，不怕呛着吗？最关键的是，她接着确实呛到了，然后还伸手轻轻捶了捶呛到的胸口，一整段小动作一个接一个，真的很难让人入戏。不知道的以为这面有多难吃，要你用这么多小动作咽下去呢？一连串动作看起来合理，但这些小动作都太多余了，反而成了这段戏的累赘。本来这段之前的哭戏已经撑起来了，到这里整段垮掉，演员还是需要多体验生活才能把一些难的戏份演好。实际上人在特别难过的时候根本没心思去管别的事，心里只装得下那件伤心事，哪里还会在乎自己的吃相呢？来看看有生活经验的戏骨都是怎么演吃东西哭戏的。井柏然，他这段吃东西的哭戏虽然没有上面几位戏骨强，但已经比杨幂强多了。在新剧《新生》中，井柏然饰演的费可是一个骗术高明的诈骗犯。故事的开始，他似乎无所不能，步步为营。他骗出恋女友张轩整容出卖肉体为自己铺路，他骗金融精英陈浩开老鼠仓敛财，他骗大龄女张倩为他挪用公款还债，他骗富家女结婚，最后人财两失。随着故事的展开，观众又看到了故事的另一面。原来每个接近费可的人都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自己并不那么无辜，都没有说对自己不利的部分，反而费可只是一个爹不疼没有娘的小可怜，后妈小三上位，他在家里如同客人，常年住阁楼，使用一次性餐具。费可聪明上竟被保送到成大，而后妈要求他替弟弟高考，为了报复父亲，费可同意了。他这一招伤人伤己，断送了弟弟的未来，也赔上了自己的前程。成大没有录取他，他也没有要父亲的钱，离开了家，在成大游学。他没有钱，只能四处打工，在学校里蹭课，坐在餐厅里学习，看着其他客人没有吃完的牛排走了，于是心虚换了桌子坐了过来，用餐巾纸先包了客人没有吃的鸡翅放进自己包里，看着眼前的美食，身体是僵硬的，一只手本能的去拿叉子，但是另一只手因为伤心，动作滞后了，所以还是僵硬的挂在那里。镜头一转，他的食物已经到了嘴里，腮帮子里的饭怎么也咽不下去，要一口一口的咀嚼，眼睛一转，开始出神的想着让他伤心的事了。这时候观众会跟着他的情绪走，为什么会这样东西，又在难过什么？这才是真正的演戏，把观众带入情绪里。井柏然的演技都进步了，而杨幂演了20多年戏，依旧还在为演而演。郭京飞，看看郭京飞这段吃东西，一个劲往嘴里塞吃的，嘴包那么大了，也只知道漫无目的地塞，因为是真的在想别的事，吃只是习惯性附带的动作，吃这件事根本没排在第一位，自然就只有吃的动作和难过的表情，多余的动作是一点没有。可以说这一段的表演用演技炸裂来形容是一点不为过的。虽然他之前的所作所为让人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一句毕竟夫妻一场，离婚了，女的肯定比男方难，加上最后的痛哭，看的也是非常让人心疼，引人泪目。可以看得出来，苏明成对于丽丽是真的爱。可以说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而郭京飞所演绎的苏明成有可爱的一面，有可恨的一面，也有让人可怜同情的一面。郭京飞也是真的把这个人物演活了。张颂文失去女儿后吃馄饨的哭戏，他咬起馄饨以后，手和嘴都在颤抖，动作也是缓慢的。最令人称赞和幸福的是，他的手本应该把馄饨舀起来喂到嘴里，可是这个时候负责操作功能的手早就因为难过而不听使唤了，只剩下嘴巴本能的去接近食物，而吃到嘴里的食物也只是本能的负责咀嚼，所以咀嚼的动作也是一下一下的。因为人真正特别难过的时候，哪里还有心思去想嘴巴里吃着的食物呢？杨幂可倒好，我虽然难过，但是我还知道嘴巴里的食物不能掉下来，我嘴巴里还包着一大块食物呢，我得抬头一口气吃完啊。虽然我心里有更难过的事，可是我呛到了呀，得捶捶。他的动作每一步都在和他想要表达的情绪违和。同样是在谍战剧中有一场吃饭的戏，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朱一龙在《叛逆者》中的表演。
朱一龙饰演的林南生眼睁睁地看着妻子灰飞烟灭，却只能强装淡定。晚上，林南生回到了家里，不知情的保姆端来了太太早上就做好的红烧肉。谁会在早上做好晚饭呢？原来他早就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朱一龙这场戏是压抑的，没有人知道今天现场炸死的女人是林南生的妻子。他必须在人前装作无事发生，可是拿起筷子时颤抖的手，额头上的青筋，塞到嘴里却如鲠在喉咽不下去的饭菜，都暴露了他内心的痛苦。直到眼泪大滴大滴的落下，却依旧要强撑着不能哭出来。一直都很想刨根问底的问一句，林南生到底有没有爱过蓝小姐，却又觉得多余。在国破家亡之际，林南生和蓝心洁的感情虽然不能简单的定义为男女之情，但却是最宝贵能为对方牺牲的大爱。杜江在《烈火英雄》中大结局时一个吃鸡腿痛哭的画面，看哭了许多人。杜江饰演的马卫国啃着鸡腿，强忍着泪，那种从内心里散发出来的悲伤，全部展现在了脸上。那种哭是崩溃无力的哭泣，直接哭上了热搜。鞠婧祎在《迦南传》中也有一场戏，是看到男主为她准备的长寿面后毒死人，想起了自己已经过世的母亲，在吃面时忍不住流下了思念的泪水，一边吃东西一边流泪，是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镜头，也是演员展示演技的好时候。结果鞠婧祎面也吃了，泪也流了，却没能让人看到她的演技，因为鞠婧祎的这段表演实在是太流于表面了。如果没有告知前情，光看她的表演的话，会觉得她这是被逼迫着吃面，委屈的掉眼泪。问题就出在鞠婧祎的哭戏没有情绪的过渡过程，她一看到面就开始撅嘴落泪，这样的哭就如没有来由的倾盆大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很难在观众心里留下任何触动。同样是边吃边哭的戏，让我们看看刘若英是怎么演绎的。《天下无贼》里，当警察找到刘若英，想要告诉她丈夫的死讯时，刘若英正在吃烤鸭。她对于警察要说的话其实早有预感，但是内心却不愿面对现实，于是让警察等她吃完了再说。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始终没有看向警察，表情也如一潭死水，让人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内在情绪。而说完后，她就将手里的烤鸭往嘴里塞得满满当当，似乎是在用吃这个动作填补心里的空。嘴角沾了甜面酱，她也丝毫不在意，咀嚼似乎也成了机械的动作，生动地演绎了什么叫食不知味。谁都看得出来，她只是想借吃烤鸭的举动来掩盖自己内心的悲痛。然而吃着吃着，眼泪还是不自觉地就从眼眶里夺眶而出，而此时咀嚼的动作也慢了下来，终究是没法装得若无其事。简单分析一下这场哭戏的层次，从一开始的故作坚强逃避现实，到最后的装不下去原形毕露。刘若英的这场哭戏是一点点的把观众带入到她的情绪中，让人深切地体会到一个已经怀孕的女人得知丈夫去世时那种天崩地陷的感觉。对比鞠婧祎和刘若英的两段哭戏，就会发现刘若英在其中加入了很多细节，比如不正常的猛塞烤鸭的进食速度，比如咀嚼速度上的变化。她把人物内心的想法都化成了动作表现在镜头前，而鞠婧祎只是一个劲的落泪吃面，为了哭而哭，让人感受不到她这个人物内心的情绪翻涌。这两段表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而这种为了哭而哭，脸上有泪，眼神里却没戏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如今的年轻演员中，哪怕哭得在梨花带雨，依旧让人觉得是惺惺作态。俗话说，一天不学习自己知道，2天不学习朋友知道，1年不学大家都知道。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演技的磨练。杨幂37岁，朱一龙36岁，井柏然35岁，在娱乐圈都有些年头了。关于各自边吃边哭的表演，谁达到了你的预期？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一个演员演技好不好，不单单是他平时塑造的角色有多深入人心，更是在平时的一些小细节中体现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就好比一场哭泣，或者简单吃一碗饭，都能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